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去年我们去看了玄奘法师，也就是我们俗称唐僧，他晚年生活的地方、去世的地方，以及最后埋葬所在地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唐僧出生地以及他小时候生活、长大的地方。这一块是在洛阳的玄奘故里，在不远处啊，还有一座玄奘寺。当时唐僧就是在那一块学习佛法，为他后面成为一代高僧奠定了基础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去这个故里里面走一走，看一看。玄奘故里里面就是他老家，这一块可能当时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我们在里面基本上就用唐僧代替玄奘了。唐僧可以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人们对他的了解普遍呢是通过《西游记》。在《西游记》这个神话故事当中，是分为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孙悟空从石头里面蹦出来，进而学艺，成为花果山的美猴王。后面呢是进入天庭，最后是大闹天宫，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面。这样隔了500年之后，第二部分故事就开始了，来到了中土大唐。当时呢，唐僧算是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，他和李世民结为兄弟，被李世民派往西天取经。在这样的背景下面，唐僧就出发了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受到观音菩萨的指点，收了孙悟空为徒弟，后面呢又收了沙和尚、猪八戒为徒弟，组成了4人1马的取经团队。那在取经的过程中，他们经历了很多困难，碰到了很多妖怪，最终呢是经历了991难，到达西天取经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天竺或者是古印度。最后呢取得真经，回到中土大唐。那么他们呢就算是功德圆满，成就了我们经常看影剧说的仙位，就是神仙的位置。这就是我们正常看的《西游记》这个故事。这一块就是玄奘故里，唐僧的老宅。小时候他应该就是在这一块出生，然后在这边长大的。上去看一下，当然了，肯定是后面修复的。这就是大院的样貌，看起来挺大的。它始建于北齐时间，到现在差不多将近1400-1500年的历史了。当然现在看到的不是它是上个世纪重新修复的、复建的，按照隋唐时期的那种房屋的风格来打造，也是有好几个院落，像是缩小版的宫殿。这种大院一看就是家底很厚的人家里面才有的。本身唐僧家里呢也算是官宦之家。唐僧的爷爷在北齐是博士，地位也是非常高。他的父亲在隋朝是当一个县令，经过几代的积累，能够修建这样的豪宅也是情有可原了。唐僧是公元602年出生在这个官宦世家，他是叫做陈毅。我们去到里面边走边说。整个玄奘故里这个景区说是在改造，不收门票，单独的这个唐僧故居10块钱。刚进来这里看到一个古井，叫做汇泉，开凿于北齐年间，据说呢是玄奘唐僧的祖父开凿的，到现在也有1400年，差不多100-500年了。井深呢25米，这个水非常清澈。唐僧呢从小就是喝这个水长大的，这个水现在还有呢，以前就是这样打水的。特别是这个泉水还有一个圣泉的称呼，就是说陈家这一块除了唐僧这个人，后面的那些读书人只要碰到考试都会来这里打点泉水，说是喝了这个能考试成功。这可能也是一种美好的心愿祈福。两边呢现在是厢房，主要是一些展览之类的，介绍了一下唐僧唐玄奘的经历。从台阶上去，我们一般是称之为过厅，是接待宾客的地方，也算是庭院的一道分界线吧。这里呢叫慈恩堂，
不知道是不是跟西安的大慈恩寺有关，因为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，后面是在那一块翻译经书。那这里呢，一过来看到3个塑像，中间是唐僧，两边呢是他的徒弟。这2位徒弟呢是真实存在的，这2位徒弟呢也是有名的高僧。这3个人一起是安葬在西安的南郊，也就是唐僧埋葬所在地西安的护国信教寺。过厅之后又是一个院落了，环境看起来是非常优美的。刚才看的那一块应该是用来接待宾客的，而内部这一些呢，可能是他们陈家用来生活的地方。唐僧呢，如果老家是在这一块，为什么说如果呢？因为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唐僧的老家不是在这一块，我们就姑且认为他是吧。那这样算起来，唐僧呢就是在这一个院落出生长大了。关于玄奘这个出生年月啊，我们刚才说的是公元602年，而在这个故里呢，介绍是公元600年，算是有点争议了。那这里有一幅图，向我们展示的可能就是当时玄奘出生的场景。由于玄奘家里条件比较好，他的父亲和爷爷呢都算是知识分子，他从小呢受到家庭熏陶，聪慧好学。由于他的哥哥也是一名僧人，他早早的就受到佛教影响。在离这个玄奘故里大概几公里有一个玄奘寺，唐僧呢就经常去这一座寺庙听学佛法。由于他当时比较小，他可能进入不了那个大雄宝殿内部，他就站在窗户外面听。这个壁画展示的就是玄奘小时候在寺庙的场景。由于路途不是很远，当时唐玄奘是经常往返于寺庙和家里之间。可惜好景不长，玄奘父母先后去世，家境的衰落，他随他的兄长前往洛阳净土虚居住。一开始我们也说了，他的兄长是一名僧人，他呢每日旁听佛经，对佛教进一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到了13岁的时候，他就出家为僧，取名玄奘，也是在洛阳出家为僧啊。之后呢，他继续在洛阳的寺庙系统的学习佛教经典，比方说《涅盘经》等等，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。但是由于隋朝末年战乱爆发，洛阳呢也陷入混乱，于是呢他就随兄长在全国各个地方游学，先后到过长安、成都等地，也同时呢拜访各地的高僧。但是呢，随着他的学识增长啊，玄奘就发现一个关键问题：当时中国佛教经典存在着大量的歧义和矛盾，不同译本的经文内容啊有冲突，并且呢，很多重要的佛学经典仅有那个翻译的版本，原本是看不到的，导致呢佛教各派争论不休。他自己也意识到啊，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呢前往天竺，也就是古印度，求原版真经，方能正本清源。这里呢就为他西行奠定了基础。到这里是不是就跟和《西游记》连接起来了？在《西游记》当中，唐僧这个时候已经算是成为了一名高僧，他和李世民呢结拜为兄弟，李世民派他去西天取经。那在取经的过程中呢，唐僧表现的是软弱无能，没有任何本事，经常就是说平生平生。他能够成功，都是靠孙悟空、猪八戒这些徒弟以及天上的一些神仙帮助，他才能取得经书，回到宗主大唐。现实当中的唐僧是否真的如此呢？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他去取经的真实历程，让你见识不一样的唐僧。当你看完，你会发现他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，而是一个强大到十分可怕的人物，魅力非常强。他的经历也是非常传奇，一般人是做不到，甚至可以说10000个人里面有1个人能做到，就非常不得了了。唐僧想去西行取经，也不是随便就去的，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准备，大概是2年的时间。他学习了梵语，还有呢打探了西域的路线，学习了一些地理知识。在准备好了，唐僧就准备出发了。他先是向朝廷申请，想去西行取经。由于呢属于初唐时期，
当时的唐朝与突厥关系紧张，朝廷呢是严禁私人出关，唐僧的申请呢就被驳回，而且是多次被驳回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想着自己私自出发，我们说的偷渡。到了公元627年，也有一种说法是公元629年，长安呢爆发了灾荒，唐太宗李世民就下令允许百姓呢自己出长安去谋生。唐僧就伪装成灾民，从长安出发，沿着渭水西行，一路呢经过宝鸡、天水、兰州，他抵达了河西走廊的一个核心重镇凉州，也是我们说的武威。当时他采取的是昼伏夜行的方式。他到达武威之后呢，是停留了1个月，主要呢做了3件事。第一呢是讲经伏法，在当地的寺庙讲经，吸引了大量的信众，也获得了一些僧俗的赞助。第二呢是收集情报，通过呢与西域商人浮生交流，摸清了河西走廊西行的线路。这个时候唐僧西行的第一次危险就爆发了，由于当时他是偷渡出去的，长安已经发现了，于是呢就向凉州包括后面这些通知说，发现唐僧立即呢把他扣押送回长安。那当时的凉州都督呢就严格执行这个命令，明确呢唐僧你要回去，并且呢派人监视，若强行西行就将他扣留送回长安。这个时候唐僧的魅力第一次出现了，武威的一个高僧啊敬重唐僧的求法决心，暗中呢安排他的弟子啊护送唐僧继续西行，就趁着夜色把他从武威送出去了，沿河西走廊继续向西，直奔下一站瓜州。瓜州当时是河西走廊西段最后一个重镇，也是出玉门关进入沙漠的门户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同样有严格的边防关卡，你想要出去的话是很难的，必须找到相熟的人带你出去，或者是晚上偷偷的走出去才行。于是唐僧就在锁阳城的一座寺庙里面住下来，在那里讲经说法，寻找机会看看怎么样能够出关。这里呢就出现了他的第二重危险，也是唐僧第2次人格魅力的体现。当时呢武威的通知书啊已经发到瓜州，说是要把唐僧押送长安。当时瓜州刺史呢也是一个佛教徒，他见到玄奘后，听到他的故事，也是被他的决心打动，于是呢他就把那个文书撕毁了，避免唐僧身份暴露。另外呢是送了一匹马给唐僧，可能就是《西游记》里面的白龙马，同时呢向唐僧推荐一些向导。这里呢就出现了唐僧的第一个徒弟石盘陀。当时呢唐僧在锁阳城寺庙里面讲经，这个石盘陀呢是一个胡人，算是一个商人，他很熟悉附近的仙路。来到寺庙里面，他也是被唐僧这个经历志向感动，于是呢就提出主动护送唐僧出关。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要让唐僧收他为徒弟，唐僧呢也同意了，这就是唐僧的第一个徒弟。那玄奘呢就集齐了向导、马匹，具备了穿越玉门关的条件。趁着某一天，他们就继续西行，走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唐僧和石盘陀呢这个分歧就爆发了，因为前面还有更凶险的路。石盘陀呢担心被唐军发现会连累家人，那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就想把唐僧杀了，结果呢被唐僧发现。最后呢2个人经过交流，唐僧就说你直接走吧，我不会告发你的。石盘陀呢就在深夜悄悄地走了，留下唐僧1人1马。之后呢唐僧就独自穿越那个沙漠，叫做莫贺延际，算是800里无人区啊。在那个里面，唐僧也是经历了很多苦难。第一呢，他是因迷路误饮那个咸水，导致呢脱水昏迷，靠信念和那个马的本能找到了一次隐蔽的泉水。最终呢他经过4天5夜，也有一种说法他是用了7天7夜，在里面呢还遇到野马群、沙尘暴等等，走出沙漠，抵达西域的第一个国家伊吾，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哈密，正式结束了河西走廊的行程。在这一段呢，算是唐僧西行
早期最危险的一段，也可以说是整个他西行最危险的一段。800里面的无人区，像现在你有充分的补给，你要徒步过去都是非常难的，很有可能都不能成功。而在1000多年前，唐僧靠自己一个人一匹马就走出去了，证明他是非常厉害的人物，强大的人物。整体河西走廊的艰险是唐僧西行的第一重考验，他的坚持也为他后续穿越西域、印度的行程奠定了精神基础。在今天我们西疆哈密这一块停留了一段时间，西域的一个国家高昌王屈文泰，他听闻唐僧的到来，亲自派人将他迎到高昌都城。这个国王呢，对唐僧极为敬重，希望他能留在高昌传法。但是唐僧执意西行，甚至呢以绝食明志。最终呢，这个国王被打动，与唐僧达成盟约，并且呢2个人算是结为异姓兄弟。为了支持唐僧的西行，他为唐僧提供了充足的物资，黄金100两，丝绸1000匹，随从25人，马匹30人，并写信给西域16个国王，请求他们沿途护送唐僧。也就是从这个开始，唐僧西行才开始相对顺利起来了，并不是他一个人，一路呢都是有人在帮他。之后唐僧继续西行，他沿着天山南路，也可以说成是南疆的北边，经过龟兹古国，也是我们今天的新疆库车，当时呢是西域的佛教中心。唐僧在这里差不多停留了1个月，《西游记》里面说的女儿国也是在这个地方。后面呢，唐僧继续西行，在中间呢遇到了第2次比较危险的，就是雪山。当时遭遇暴风雪，气温骤降，随从和马匹呢很多冻死，最终呢只有少数人行程。不过唐僧凭强着顽强的意志，用了1个月走出了这个雪山，进入到中亚草原。后面相对来说路程就比较顺利了。在公元629年，唐僧呢到达了北印度，这也是他西行的核心目的地。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他就在印度天竺这一块系统的学习佛法。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勤奋，唐僧呢在当地很快就成为了高僧。在公元641年，那边有一个辩论大会，持续了18天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对唐僧的观点进行反驳，相当于他成了那边的佛教领袖一样。等于唐僧差不多用了12年、13年就成为那边的佛教领袖。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收集到了很多佛经，于是他就想着回国，回到中土大唐去，因为毕竟那边是故乡嘛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就踏上了返回的路程。他是走的印度、阿富汗、帕米尔高原，还有今天新疆和田走的南路，就是南疆的南边。在中间遇到一些困难，停留了2年时间。同时呢，他向唐朝的朝廷上书，说明自己私自西行的缘由，请求呢唐太宗李世民允许他回国。在贞观初年，李世民一开始呢对唐僧西行是非常不满的，但是现在看到他西行带回来了很多的佛经舍利，于是呢就赦免了他的偷渡之罪，还派使者来到新疆迎接唐僧回国。到了公元645年正月24日，唐僧呢终于回到了长安。从公元627年出去到公元645年，他西行总共是花了18年的时间，行程5万余里，途经了138个国家，带回了佛教经典无数。当他回到长安之后，此时呢，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偷渡僧，而是被万人敬仰的取经大师。当时长安城的百姓倾城而出，沿街欢迎唐僧的归来。第2天，大唐的宰相房玄龄召见了唐僧。随后不久，李世民也在洛阳亲自召见玄奘，与其谈论西域见闻，并且呢劝唐僧还俗，结果被拒绝，他要坚持翻译经书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唐僧就被安排到西安的大慈恩寺主持翻译工作，那边还有一个代言塔。
从唐僧回来之后，他就开始翻译经书，总共是19年，翻译经书75部，1335卷。当时他翻译经书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啊，早期是在大慈恩寺，后面由于西安夏天比较热，又把他安排到铜川的玉华宫那一块。最后呢，唐僧也是在玉华宫摔伤之后去世，是在这里摔伤的。当时有一个水渠，可能唐僧玄奘没注意的话踩空了，还是怎么的摔了。由于他年纪比较大了，摔伤之后就不见好转，很快就去世了。他去世之后，李治呢非常伤心，一开始呢把他埋葬在西安的白鹿原，后面又迁移到西安南郊，建立了一座护国信教寺，唐僧就埋葬在那里，包括他的2位徒弟也一起安葬在这个地方。这就是唐僧的舍利塔，总共是5层，下面呢还有个地宫。唐僧最后安葬所在地就是在这一块。这里还写了唐三藏塔，这就是唐僧玄奘法师的一生，非常传奇，和我们所了解到《西游记》中的唐僧完全是不一样的。玄奘法师西行是一个壮举，不仅呢在行程中有沙漠、雪山、战乱等艰险，同时呢他还要面对禁令、饥饿、寒冷、死亡威胁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始终呢都没有放弃求法的初心，最终呢是成功了。他带回来的不仅是佛经，更是一个文化桥梁。那很多人可能就会问，这个经历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他是根据唐僧回来之后在大慈恩寺以及玉华宫翻译经书，由他口述把他自己的经历说出来，最后呢是由他徒弟写出来的，名字呢就叫《大唐西域记》。可以这样说，《西游记》里面很多故事，或者是说唐僧的经历，很有可能就是根据《大唐西域记》这部书来进行改编的，然后融合了各个时代的一些人物、各个时代的一些故事，最终呢成了《西游记》这部神话小说。这部书呢，至今影响着我们对古代西域和印度的认知。今天我们讲的就是真实的唐僧，真实的玄奘法师，一个强悍到令人可怕的存在。我们再介绍一下他的西行线路图。当时呢，他是从长安出发，走河西走廊，到达那个瓜州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瓜州，开始呢进入新疆，那个时候是叫西域。在那里呢，他是差不多走了800里的那个沙漠无人区，最后被他走出去了。然后到了高昌，就开始差不多进入我们现在南疆的北线，就是库车那一带。最后呢，进入到现在我们说的可能中亚那些地区，慢慢的这样下来，到达印度。然后呢，在印度基本上走完了，最后呢就回去了，是带了很多经书回去。回去的话是走的那个南疆的南线，这样回去10几年呢。这当时是徒步啊，并不是我们说现在开车、飞机那一些，当时最多可能就是骑马。这就是西行线路图，确实是非常伟大呀。可能唐僧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是由于《西游记》的误导，或者说是被《西游记》黑惨了。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